1945年2月，战争的硝烟正逐渐散去，雅尔塔皇宫里热闹非凡。这里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，一场特殊会议即将召开。很快，3个男人现身，他们的名字注定会留在历史的书页上：罗斯福、丘吉尔与斯大林。在激烈的争论中，雅尔塔体系横空出世，新的秩序即将形成，而一场专属于日本的噩梦也在不知不觉间缓缓拉开了序幕。上世纪40年代中期，人类的一场浩劫终于要画上句号，仿佛小说的末尾，主角们竭尽全力打败反派。可实际上，在那些未尽的故事里，主角的生活仍要继续。比起众志成城的消灭反派，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，或许更加困难。换言之，战争结束了，人们放下枪弹，开始思考新的问题：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世界？毫无疑问，秩序成为了关键词，而秩序的主导者便是即将胜利的一方——英国、美国与苏联。英国是上一任世界霸主，纵然实力大不如前，但威望仍在。美苏则是战后新崛起的强国，他们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想要从英国手中接过闪耀着光辉的权柄。在此背景下，雅尔塔会议召开了。纵观人类历史，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首脑会议。罗斯福、丘吉尔与斯大林齐聚一堂，他们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为世界规划新秩序。秩序与利益可以画上等号，说白了，这是一次分割利益的大会。在会议上，他们讨论德国、波兰与远东，也说起梦想中的联合国。会议结束后，3方签订了雅尔塔协议，至此，影响战后数年的雅尔塔体系正式确立。这一体系可分为4个部分，其中有2部分与德日两国有着直接关联。尽管会议举行时，德国与日本仍在战场上苟延残喘，但是大势已去，这2个国家的败局已经注定。身为战争的发起者，也是战争的失败方，日本与德国理应受到历史的审判与惩罚。因此，打败德日成为了雅尔塔体系构建的基础。当然，对于胜利者而言，这还远远不够，而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也需要被彻底埋葬。不仅如此，殖民地托管计划也是雅尔塔体系里重要的一环。殖民主义迎来了最后的世界末日。体系规定，各殖民国要慢慢撤出殖民地，将独立权还给那些被压迫的民族。当然，德国与日本是率先被开刀的2个殖民国家。除此之外，美、苏、英3国还重新划定了边界，将被法西斯国家占领的地区再次排序，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重塑力量格局。联合国的建设也逐渐走向正轨，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大国一致原则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5大国的概念被首次提出，除了美、苏、英之外，中国与法国也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。历史的车轮缓缓运转，2战正式结束后，雅尔塔体系生效，而日本的噩梦也随之开始。对日本来说，雅尔塔体系就是牢牢钉在额头上的一道紧箍咒，令日本叫苦连连，却动弹不得，足足被压制了半个世纪都无法翻身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日本与德国的情况又截然不同。尽管同为战败国，但日本的处境明显更加糟糕。原因非常简单，一来日本硬生生挨到了最后才无奈投降，甚至引发了一场原子弹危机。相比之下，德国在希特勒死后，法西斯系统便濒临瓦解，因此日本成为了2战历史上最后的罪人。二来，归根结底，德国是欧洲国家，但日本属于东亚。战争结束后，美国成为世界霸主，而美国与欧洲有着天然的血缘连接，关系不言而喻。德国又是西欧无法分割的一部分，再加上冷战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。为了对抗苏联，美国必须和欧洲结盟，更要拉拢西德，对抗隶属于苏联的东德。种种原因叠加，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境遇便天差地别。对日本来说，雅尔塔体系首先剥夺了日本政治上的完整性。换言之，日本名义上依旧是独立的主权国家，可实际上早就因这套体系沦为了美国的附庸。相比之下，德国并不是直接与美国产生紧密联系，而是在欧洲各国的大队伍里与美国交往，美国所带来的冲击力自然有所削弱。在军事上，顺应雅尔塔体系的要求，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卷土重来，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，这意味着国家的军事体系被拆分解构，日本唯有顺理成章地依附美国，成为美国亚洲战略里的一颗棋子。而这种政治上的拆分，最终完完全全反馈在了经济上。战后，日本的经济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在美国的帮助下，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重建，甚至迎来了令人艳羡的黄金时代。然而，花团锦簇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，危机重重。美国之所以帮助日本，自然不是大发善心，而是别有图谋。美国需要日本成为一柄最锐利的剑，深深刺穿在东亚的心脏上，阻断苏联的扩张之路。俗话说，以此兴者必以此亡，这便是美日经济关系的最好写照。
美国既然有能力将日本捧上神坛，为其缔造奇迹，就同样有能力剥夺日本所拥有的一切，让日本重重地摔回谷底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日本经济一飞冲天，甚至在半导体等领域有了赶超美国的架势后，于是美国果断出手打压日本的高精尖行业，利用种种手段死压制住日本，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随后，日本经济出现动荡，泡沫彻底破碎，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与彷徨。这些遭遇都是雅尔塔体系的后遗症。半个世纪全方位压制，日本的憋屈不难想象。纵然90年代初苏联解体，雅尔塔体系破碎，它的影响力也依旧存在。直到今天，多极化的浪潮滚滚向前，美国的地位岌岌可危，但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依旧铭刻在了骨子里。对日本来说，听命于美国，受制于美国，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。由此可见，雅尔塔体系威力之强大。但是有这样一个国家，偏偏只用了3年的时间，便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束缚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。那么，中国到底做了什么，又为何能成为那个特例呢？